朝鲜究竟是不是世袭制？在当今全球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朝鲜显得格外特别。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紧紧掌握在金氏家族手中，子孙3代从未中断。不过，当金正日接金日成不让那点事儿，别以为就是老子传儿子那么简单，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要讲这事儿，得先看看金日成打下的底子。作为朝鲜的开国领袖，金日成在老百姓心里的地位那可不是一般的高。1998年的修宪法直接把他定为永恒的主席，这分量你品品。这就意味着谁想接他的班，不光得有能力，还得先过了民意这一关。而这民意早就被金日成的威望给框定了。建国后，他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和军事举措，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可金日成心里清楚，自己总有老的一天。他也深知权力传承的稳定性对国家存续的重要性。于是，从60年代起，他就开始琢磨接班人的事儿。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弟弟金英柱有戏。金英柱早年在苏联留过学，懂经济，50年代末回国就当上了组织指导部部长。这职位在朝鲜几乎就是通往最高权力的必经之路。后来金正日、金正恩都坐过这位置。1972年，朝鲜还特意改了宪法，给金英柱的地位上了保险，一时引起巨大反响。此时的金英柱已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政治序列排第2位。当时外界都觉得这兄终弟及的传统怕是要延续了。哪成想金英柱自己不争气，这人吧没太大权力欲，总说自己想当个实干家，不想掺和那些政治斗争。高层一看这可不行，领袖得有掌控全局的野心啊！就在这时候，年轻有为的金正日就慢慢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金正日是金日成的长子，也是金日成与原配金正淑的爱情基金，自然是除了金英柱外最接近接班人位置的那一个，并且小年纪就跟着父亲经历过朝鲜战争，算是从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身上那股子狠劲儿比金英柱都足。可他的麻烦也不少，最大的威胁就是同父异母的弟弟金平日。金平日是金日成第2任妻子金圣爱所生，从小聪明伶俐，长得还特像金日成，深得老爷子喜欢。据说金日成一度真动过心思，想把权力传给这个小儿子，一边是有资历够狠的哥哥，一边是受宠形象好的弟弟。金日成夹在中间也犯难，但金正日有个优势，他懂事早，知道怎么在父亲面前表现。22岁进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跟着金日成学治理国家。他不直接争，而是先从宣传入手，拍电影、写文章，把金日成的抗日故事、领导功绩吹得天花乱坠。内部有名的卖花姑娘就是他牵头弄出来的，这一手很高明，既讨好了父亲，又在老百姓心里刷了存在感。你想呀，连领袖的事迹都是他来传送，这不就暗示着他是正统的继承人吗？当然，光靠宣传不够。金正日知道，在朝鲜军队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他不直接伸手要军权，而是打着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旗号，把军队的人事权悄悄划到了组织部。这部门他说了算，一来二去，军队里的大小官慢慢都成了他的人。反观金平日就显得嫩了点。他虽然也在国内外读过不少书，还当过护卫司令部的军官，但架不住母亲金圣爱太着急。金圣爱当时是朝鲜妇女同盟的头，总想给儿子铺路，到处为金平日造势，结果适得其反，让金日成觉得这娘俩太心急，反而起了防备心。金日成预感到两子相争的大危机，为了避免兄弟阋墙影响朝鲜稳定，于是1988年，金日成一纸命令，把金平日派去匈牙利当大使，明着是提拔，实际上就是流放。这一去就是30多年。等他19年再回国时，黄花菜都凉了。至于金英柱，已成气候的金正日，为了解决这个竞争对手，玩了个狠手段。他借着那些抗日老部下的支持，先是把金英柱降成副总理，慢慢边缘化，后来干脆给弄到了两道江的山沟底软禁起来。对外指出金英柱没有事业心，没好好辅佐领袖，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这个曾经的竞争对手彻底踢出局。而与金英柱来往过密的众多党和军方高层人士也相继遭到清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前议长黄长业在他的回忆录里曾提到，与金正日争夺继承权以及反对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金英柱失宠的重要原因。1993年，彼时的金英柱已经完全对金正日构不成威胁，金日成才将金英柱接回平壤，让他做国家副主席。据官方的资料，金英柱的头衔仍是国家副主席、最高人民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名誉副委员长，虽然都是挂名。1980年10月，扫清障碍的金正日总算被正式定为接班人，但这时候他的头衔还只是亲爱的指导者，跟金日成的伟大领袖比还差着一截。他知道要想坐稳位置还得熬，还得攒威望。没想到就在他慢慢往权力中心靠的时候，天塌了，苏联竟然解体了。
这对朝鲜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以前苏联是靠山，石油、粮食、武器啥都给，苏联一没，朝鲜经济立马掉了链子，工业停摆，农业欠收，老百姓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更要命的是，美国趁机带着西方盟友围堵，又是制裁又是军演，恨不得把朝鲜一口吞了。外部乱成一锅粥，内部也开始人心惶惶。有人私下嘀咕，金正日能撑住吗？会不会有人趁机夺权？金平日在国外也没闲着，想借着这乱局找机会，可他在国内没根基，那些外交经验在权力斗争里根本不管用。金英柱倒是想东山再起，可他那套老办法在新的危机面前早就过时了。这时候金正日的狠劲儿就体现出来了，他没慌，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啥意思？就是全国上下一切为军队让路，军队优先。他天天往军营跑，跟士兵同吃同住，嘘寒问暖，把军队哄得服服帖帖。士兵们一看这新领导跟咱亲啊，立马表忠心，誓死保卫金正日。有了军队撑腰，国内那些动摇的声音很快就压下去了。经济上他也没闲着，一边喊着自力更生，一边悄悄打开了个小口子，跟中国香港、日本这些地方搞点合作，还颁布了合资企业法，吸引外资。虽然规模不大，但好歹让老百姓看到点希望。外交上他也精密，知道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苏联没了就主动找俄罗斯套近乎。2001年起，他连着3次访俄，硬是从俄罗斯那里争取到不少援助，缓了口气儿。1994年金日成去世了，按说金正日应该顺理成章的接班了吧？没有，他硬是守了3年校，这3年里不张扬只做事，默默把权力一点点攥在手里。1997年他才正式出任劳动党总书记，算是真正坐稳了这个位置。前后算下来，从60年代开始布局到90年代末真正掌权，整整30年，这耐心一般人还真没有。有人说这是世袭，可你往深了看，朝鲜的情况真不能这么简单概括。为啥他们这么看重个人崇拜，又好像离不开世袭制？这得从根儿上去。先说个人崇拜，朝鲜人对领袖的感情跟他们的历史分不开。被日本殖民35年，那日子苦到家了，是金日成带着大家打跑了侵略者，才有了独立的国家。这种从苦难里拼出来的领袖权威，不是喊几句民主就能替代的。老百姓打心底里觉得没有强领袖，国家就得散。再加上美国天天在边上舞刀弄枪，韩国也虎视眈眈，这时候不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咋对抗外部压力？搞个人崇拜，说白了就是给全国人找个精神支柱。咱有领袖怕啥？再说说世袭制的这事儿，表面看是老子传儿子，实际上是特殊环境逼出来的。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散了架，朝鲜成了西方眼里的眼中钉。这时候要是搞什么民主选举，保不齐就有亲西方的势力混进来，国家可能就变天了。金家3代掌权，至少能保证政策延续性，爹定的方向儿子接着干，老百姓不用天天担心换领导就换规矩。而且朝鲜劳动党需要一个核心来凝聚力量，金家作为开国元勋之后，天然就有这个号召力，换个外星人能不能镇住场子，谁也说不准。还有个现实原因，就是朝鲜的宣传体系，几十年来课本里、电影里、街头标语里全是金家父子的功绩，老百姓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对金家领导国家这事儿早就习以为常。你突然说要换别人，大家反而可能不适应。这种长期形成的社会共识，不是1天2天就能改的。当然，这背后也少不了那些实打实的操作，修铜像、拍电影、写文章，把金日成父子的故事变成神话，说到底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相信金家就是他们的天。这种方式在咱们看来可能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朝鲜却是稳住局面的无奈之举。外部压力太大，不用点极端手段，国家可能早就散了。金正日掌权后也没忘了老爹的遗愿，南北统一。2000年他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朝，俩人签了南北共同宣言。那阵子半岛的气氛都缓和了不少，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美国一搅和，这事儿又黄了。但不管怎么说，他算是把金日成的大旗扛了下来，还稳稳当当传给了金正恩。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权力这东西从来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金正日能在苏联解体、内忧外患的夹缝里接过朝鲜的舵盘，靠的不光是长子的身份，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布局、狠辣的手段，还有对时事的精准判断。这世上哪有什么顺理成章的接班，不过是有人在暗处熬了无数个日夜，才等到那临门一脚的机会。最后想问问大家伙，您觉得在那样的困境里，除了靠个人权威和家庭传承，朝鲜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讨论。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之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
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然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30%，这比例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3.1%，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0.4%，苏联是1.8%。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4.6%，每年得有大约16.2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92.7%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19.3%，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30%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87%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5.8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120%。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得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2.5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43%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40%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其中90%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37%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
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KN-25 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 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取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等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主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